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断联中的他会想要见你吗？台面上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选择你们最有感觉的一组。如果还没有选择好的话，请先按暂停；已经选择好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今天宇宙透过塔罗牌中所想要带给予你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牌组的朋友，你们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人？好，阴阳来为大家抽第一张牌。好的，那这话我们抽到第一张牌是权杖5。好，那看来似乎你们心中所想的那个人的话，他本身或许呢，在对于身边的人事物的想法上面的话是比较看重的，或者是蛮容易会受到身边的人事物上的一个影响，导致于说让他自己在对于自己所做的选择，经常容易会感觉到没有那么的有信心，或者是说他真的本身会比较害怕会去犯错，或者是他这个人本身会比较希望是可以符合社会大众期待，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这个人活的是真的还蛮累的，或者是说他在对于身边的人的时候，通常比较是不熟的，或者说没有到那么的好的，就是会觉得他比较谨小慎微，会觉得这个人他身上的包袱也太重了吧，他的心里面是非常的没有自信心，可是他会尽可能的让他自己的外表看起来是非常的有魅力，或者说是非常有自信心的，所以他的外表跟他的内在所展现出来的样子是一个完全截然不同的样子。然后他心里面的话其实有非常多的恐惧，他这恐惧是来自于说他害怕，如果说在人际关系之中真的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冲突的话，或许也会导致于说让他自己在他的生活圈或者他的日常生活之中，是不是也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例如说被他人讨厌，或者说被他人给唾弃，或者是被他人给数落，因为他太过于在乎他在别人眼中的评价，所以也因此容易导致于让他会在人际关系或者是说寻找自我的生活中迷失了方向。所以他这个人有时候不仅仅除了没有内在是没有自信心之外，那他也会过度的去包装他自己。所以如果说当你们看到关于他的一些贴文啊，或者是他的一些的社群上的动态的话，会有分2种。第一个是他会过度的表现说我的生活到底过得有多棒有多好，我的人缘到底有多赞第二个就是他可能会经常发一些鼓励人的话，或者说请大家来多了解什么样星座的人一些事情，就是因为他的内心里面这个状态的话，其实会有分这2种，就看说你们心中所想那个是属于哪一种。好，接下来我们抽到的是宝剑6。好，那宝剑6就意味着说，其实在你们心中所想的这个人似乎看起来他本身在对于自己的人际关系之中的话，会有一些的担心跟担忧，就我们刚刚前面所提到的这个部分。那当然也是来自于说他自己本身会尽可能的会去避免掉一些人际关系中的冲突，又或者是说他都会想办法让别人不要那么过度的去关注他。所以他这个人如果说当被别人给刻意的关注，或者是说被别人一直如果说有人对他太好的话，通常他这个人就也不容易会去珍惜，
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就比较害怕成为很多人的焦点，或者说成为某个人心中里面最重的那个一部分。那但如果说他自己本身喜欢对方，或者是说他自己本身陷入了一段感情，这就另当别论。那在以某种程度上来说的话，这个人他本身在对于自己的人际关系中的话，他是不容易会去珍惜主动对他好的人，又或者是说，当别人对他好的话，他也容易会去过度的解释、过度的猜测、猜疑对方的一些的目的或者是企图心。可是他的心里面其实是非常渴望有人可以对他好的。所以如果说当你们跟这人相处越久，你们应该会发现到说，这个人他本身呢就是一个矛盾的个体。对，他的想要的是他所想要拥有的东西，可是他实际上所表现出来的样子又会截然不同。所以有时候你们就会认为这个人他到底在想什么，或者说你有点不太了解说这个人他到底是为什么会这么想，就是会很难以去理解到说他到底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会比较难以去猜测啦。如果说真的是以他表面上跟他心里面所要的去做推估的话，那但如果说你们相处越久，其实这个人他也会越容易在你们面前展现出他的弱点，或者是说他会在你面前愿意示弱。所以主要还是要看看说究竟你们的关系到什么样的程度。那基本上这个人他在对待于身边的人的话，其实都还是蛮会过度的包装他自己，比较不希望被别人给看见他最真实那个样子。好，接下来我们抽到的是宝剑王牌。好，那宝剑王牌就意味着说，其实在于这段关系应该说在于他个人来看的话，他心里面其实有非常多让他觉得很挣扎的事情。其实他非常渴望可以改变，他非常渴望可以让自己变得不一样。就其实他的想法或他内在的感受，其实他这个人，蛮容易会。想怎么讲？对，就是说他这个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有自信，然后他的内在是很脆弱的，可是他很希望可以改变他的这些的状态，或者说他希望可以让自己表里如一，所以他心里面其实经常会跟自己有打架啊，或者说经常会希望自己可以变得不一样，所以他其实找了很多的方法可以去改变他自己，但是他有发现到说，无论他怎么做，无论他怎样去努力的改变，或者是说他想尽各种方式，想要去让自己学习什么东西，或者是说去了解到所谓的自我疗愈的这个领域之中，或者是他也希望可以透过宗教的方式可以改变他自己，但是他发现到说，无论他怎么做都失败，所以其实这个人他本身希望改变，可是他却做不到，或者是说他也应该是说不是没有办法做到，是他做不到，因为他会害怕说他变了、改变了，是不是别人会喜欢，或者是说会给别人造成大压力。其实也是来自于说，本身是没有自信心的人会希望变得更有自信，但是却会忽略掉，其实内在里面是因为你很脆弱，你却缺乏了被疗愈，或者说被呵护，或者说你不够相信你身边的人，所以才会导致于说让自己变得比较容易失去自我，或者是说容易会把很多事情给看错。对，所以他就算再怎么想改变，但他心里面终究是有那个包袱在，他是走不了的。所以看起来这个人的话，他应该生活过得有点累了，或者是说他其实生活中的话会努力想去改变他自己。对，那基本上呢不会有太大的成效。好，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以上选到这组牌组朋友你们验证牌的资讯。那如果说你心中所想那个人有符合，或者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好，那么继续往下看，选到这一组的大家，那么断联中他会想要见你们吗？好，那也来为大家抽第一张牌。好，第一张的话，我们抽到的是圣杯骑士。好，那圣杯骑士在这边就意味着说，对方他本身呢，现在对于谈感情的话，应该是说人际关系好了，
就讲的不要那么狭隘，就讲广义来说，就他本身在对于说人际关系的这个部分的话，他其实现在呢，他还是蛮希望可以有好的人际关系的那个层面，或者是说希望可以跟身边所有的人是可以相处的好的。那当然这里面就有包括你，所以可以知道说你们本身这个人，或者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其实在他心里面的话，还是有一定程度上的重要，或者是说还是有一定程度上必须存在的这个必要，所以他还是会对于你们非常的想念，或者是说他还是蛮希望可以跟你们有比较良好的互动。但如果说你们想要知道他在对于彼此之间的这一段爱情的感情的话，洋洋会认为，如果说是以圣杯骑士来说，他在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一定要谈一个爱情中的关系的话，这个部分本身是偏比较小的，或者是说是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意愿，那他心里可能还是会稍微想过一下，或者说还是会稍微有去在乎一点点，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他现在本身的性格，或者是说在面对人际关系这部分，本来就还是会希望说大家是可以好好的相处，所以也意味着他现在跟其他的人也一样，他会觉得好像可以有更多的互动，或者说可以有更多的认识，或者说他其实现在对于新的对象的话，他也不太会去拒绝，所以呢，洋洋会认为在对他来说，你们之间的关系，除非是真的到，可是因为现在我们是算他目前对你的想法嘛，对说要不要见到你这件事情，其实他是会想，但除非你们是真的之前啦，是有那种大吵一架啊，或者说可能有讲到伤害彼此心里的话的话，那基本上他在对待你，就是只会像是永远就当好朋友就好。但如果说你们是真的莫名其妙断开了，然后双方之间也没有讲什么样不好听的话，就这样莫名其妙他就这样子离开的话，那表示其实他本身心里面对于你们其实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期待，或者是说还是蛮希望可以跟你们有更多的互动，或者说这段关系是希望还是有更多不一样的可能性。所以因此也可以知道说，你们这个人本身在他心里面的话，依然呢还是有蛮重要程度的那个存在，然后他也还是蛮希望可以跟你们有更多的交流，所以他本身其实现在心里面是会想要见到你们的。那么来去往下看，本身在对说圣杯骑士有没有什么还要再做补充的？好，首先我们这边抽到的第一张是吊人，好的，那吊人在这边就意味着说，大家也很明显知道，如果说我们本身就有在学塔罗牌，或者说对塔罗牌不陌生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我们先讲吊人这张牌本身呢，意味着呢，他在对说想见你这件事情，他只是想，但他没有想要再更进一步的动作，或者是说他还没有想要去跳脱他目前所习惯的，或者是说他已经稳定的这个生活圈。因为势必如果说他去找你们，或者说让你们俩之间恢复联络的话，那就意味着他在对他的生活圈，或者说他的生活中的步调，也必须要做一定程度上的改变。那对他来讲的话，这个事情他目前是没有那么多的考虑。那首先第一个有可能就是刚刚前面提到的，你们的关系就是已经很尴尬了，那当然就不会想要再自己去热脸贴冷屁股。那这第一个。那第二就因为说他可能现在觉得自己的生活步调是他所喜欢的，那好像没有你也不会到说自己的人生非常的糟糕，对。那如果说他俩做比较的相较于之下的话，或许一个人他会觉得是更加的自由，或者是说更加的轻松，或者说他可能就是不用考量到那么的多。那第三个的话就表示或许这个人身边现在有其他会让他觉得在意的人、在意的对象，或者说会让他觉得还蛮有好感的人，那有没有在一起，或者说有没有交往，还是说有没有更进一步亲密的发展的话，从台面上是我们目前是看不出来的，比较没有这方面的讯息，所以大家也不用太
做太多的补脑那只是表示明确知道说他现在心里面确实有可能是有其他的人。对，这是第三个。好，那本身就是在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为什么他没有到那么想要见面？另外一个原因还有，或许是因为他心里面有一些的课题，就是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中的一个课题没有。就是都还没有解决，或者说他可能还没有去跨越心里面那个课题，所以也会因为这样子的话，让他会没有办法那么的想要去找你们，或者说他觉得还是要花一点时间去做一下确认。因为他来说的话，如果说他真的回来找你们，或者说跟你们有更多的互动的这方面，其实他会比较担心的是，有跟你们互动的状况之下，其实会不会通常是走向不好的，或者是说会不会再次重蹈覆辙同样的这个状况，所以也会因为是有这些想法，或者说已经有这些预设的立场，那他本身要对于主动找我们自己，那个新的想法本来就会减弱，而且我们可以知道说他的脚有一只脚是被绑住了，所以另外一部分表示说，有的人洋洋是台面上去，因为这是大众占卜。就是如果说你们真的是因为性向的部分，或者是说道德伦理的关系性向包含在道德伦理里面了。好，那反正就是如果说是跟道德伦理上有相关的话，还有第二就是可能他家人比较不喜欢你，然后第三个就是远距离，两个之间都没办法真的去克服的话，因为其实这个人他蛮需要有人陪的，他没有办法。喜欢的人不在这身边，或者说想要跟自己谈感情的人是网络上交流，网络上交友一刚开始可以，但是久了他还是一定要实际上面对面，一定要相处。所以对他来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其实你们说他真的要跟你们有太多的互动跟想法吗？杨会认为他心里会想，但是因为他有那些很难以去跨越的，所以就算我们刚前面讲的，就是他就算真的想要跟你们有更多互动，但是他也付不出行动，他也害怕自己会再一次的陷入同样的胡林之中，除非他愿意去改变他自己，或者说除非他愿意去跨越这些困难，不然脚上的那一个绳子依然永远绑在他脚上，他就算回来找你们，那也一样同样的状况。那或许你们可以去思考一下，这是你们要的吗？那很明显这不会是他所想要的。好，然后这样我们抽到的是权杖2。好，那权杖就意味着说，其实你要说他到底有没有真的想过找你们当然一定有，或者说你们关系要不要再更一步，他当然一定有都想过。所以其实你们这段关系要往什么样方向走，或者说要不要继续相处下去，或者说要不要继续更进一步，其实他都有。而且他本身原本在跟你们之间相处的过程里面，他对你们就是很有好感。那现在你们俩之间断联了，其实他原本心里面应该是讲说他现在心里面还是依然对于你们之间这段关系是抱着有蛮好的期待啦。那好的期待就是说，在撇除于任何可能性的情况之下，就是如果说排除掉现实中任何的困难或者说任何的情况的话，其实他心里面还是会蛮希望可以跟你们之间的关系有个更多互动，或者是说可以去找你们。可是或许是如同刚杨前面所提到的，你们是不符合社会大众所期待的，或者是说你们之间的困难是真的很难以去跨越，或是你们真的是远距离。那只要当他一想到两之间的未来的话，是真的没有办法再跟你们之间更进一步，或者是说他会觉得其实这真的很难以去解决，或者说很难以去跨越。那当很难以去解决跟跨越，那关系自然而然就会会像原本那样子的一样。所以他其实有的时候有在偷偷观察你，或者说他其实也还蛮常去想起你们这个人，或者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可是每一次他都是只有想想，然后只有去观察看看一下，就是他的观察比较像是一种好奇心，说你现在过得如何啊，或者说你现在在干嘛，或者说你现在的生活有没有合你意，或者是你又觉得现在目前这些生活状况是如何。所以呢他这个人基本上不太想要被你知道他有去想你这件事情，那他想的就真的只是出自于好奇心，比较没有太多的情感。而且这边的权杖我们看到又是脚被
树藤给绑住了，所以表示说他为什么没有办法来找你们，也是因为他就是有一些的责任，然后或是他就是有一些的考量，是他自己把他自己给绑住了。那当然以现实生活中也是有可能是有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那其实那些不可抗拒的因素，其实只要他愿意去解决，或者说只要他愿意去面对的话，其实那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基本上是还是会有机会有一个解决的空间，或者是说还是会有可以去改变的机会，但是他看起来本身有一点不太愿意，然后他心里面的话其实应该算是蛮渴望自由的，然后蛮渴望可以依照自己心中所选择，可是他又容易会因为责任啊，或者是说别人的评价，或者是他觉得是未知的东西，他比较不敢去冒这个险，所以他心里面其实有一个部分是蛮胆小的，想要拥有，但是又不好意思啊，不是没有，就是他不敢啊，就没有那个勇气能够去面对自己心里面真正的欲望，对。他应该说他面对了，但是他没有去接受这样的自己，因为当你接受了，然后你又面对了，其实你就想要去改变，但是他完全都没有。好，那我们来抽，我们先把这个给收起来。好，那这样的话为大家抽到的第二张牌的话呢，我们抽到的是宝剑9。好，那宝剑9意味着说，其实在于你们之间这段关系的话，其实曾经所发生的争执，或者说不愉快，或者是说两之间都一直纠结的那个点，他蛮常会想起来的。然后你们这段关系对他来讲的话，既是就是说让他觉得可以很放松之外，那也是另外一个枷锁，因为他在对于你们这段关系，他还是会想要再更进一步，可是他心中的那个心魔，或者是说他心里面的那个声音，是让他完全没有办法好好能够的去面对，或者是说会让他没有那个勇气敢去承认自己的内心中的渴求跟希望，但是他内心之中的那个单纯的那一面依然还是有的。所以他的心魔跟他的单纯同时存在，那只是他目前现在看起来的话，比较多像是心魔会比较像在前面，会比较是蒙蔽了他内心里面真正的欲望跟感受，所以对他来说，现在他经常晚上应该会做噩梦，或者说可能经常晚上会想起你们，或者是当他脾气阴阳怪气的时候，身边有点不太理解他的时候，就表示他正在想起你们。其实他有时候会不太明确知道说自己现在心情为什么这么的复杂，或者说自己的现在心情为什么这么的痛苦。那但这些也是源自于说他在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你们之间的这段感情，他还是有想法的，或者是说他还是会非常的在意的，或是他其实对待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他还是会想要去做一点什么，或者说想要去付出点什么，可是又因为你们现在目前是断联这个状况，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事情，所以因此，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你要说对方他到底有没有想见你们，在宝剑9本身的话，有人会认为他就是想，可是就是因为他心里面那些心魔，或者说他心里面那些他觉得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或者说难以去跨越的这个事情，依然还在他心里面是产生一个非常大的痛苦。那他这个人其实都有很努力尝试着要让自己去做面对，或者是说想要让自己去承认这件事情，但是他心里面又还是会有一些挂碍，或者是说还是会比较担心自己其实会后悔，所以他在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你说他真的想要见你们吗？想啊，但是他付不出行动，跟一直想说他很想见你们，可就是因为这段关系对他来讲的话很难可以有下一步，然后关系之中的矛盾又会不断浮现，所以他心里面真的非常的挣扎，非常的痛苦。好，再来说的是宝剑，哇，就是宝剑啊。好，那宝剑2的话就意味着说，他其实有考虑过是不是自己要放下心思，或者是说，好，
那些看起来呢，就是表示他其实是有点刻意的让自己不要再想这件事情，然后会有点刻意的让自己的心思平静下来，缓和下来。所以等同于说，其实与你们之间这段关系，他总是一直在徘徊，或者是说总是一直在思考自己到底应该要怎么办才好。所以关系之中，如果说想要再更进一步，或者是说想要在你们自己主动去找他的话，他其实不太会理你们，或者说他对于你们反应应该蛮冷淡的，因为现在他是身处在一个他想要去联系你，或者是说他想跟你更进一步，但是又会因为考量到很多的诸多的因素，所以反而让他会比较没有那个勇气，或者说会让他觉得还没有准备好来去找你们。所以这时候你们反而越去逼迫他，或者说你们想要一直去把这段关系往前推的话，基本上他给予你们的回应，或者说给予你们态度，通常是属于比较冷淡的，或者是会不太想要去被你给打扰到。因为现在他重点是在他的心魔，不是在说要不要去做这个决定。有的时候就说在你们这段关系目前看起来的话，比较多像对方的状况比较多，或者说对方的问题比较多，那你们自己本身呢，其实看起来没有太多的问题，因为你们已经能做的相信你们都做了，然后你们能够为对方付出的你们也都做。因为其实目前台面中的讯息牌卡的话，都是在讲对方的情况，或者是说对方的一些决定，或者说对方一些的心智中的想法。因为他本身是蛮希望说事情发展失衡，或者是说事情已经发生了，可能没办法解决，但是能够解决就是让自己的心里面的磁场，或者自己心里面的能量必须要平稳下来。所以他很努力想要让自己的心情平稳，很努力想要让自己有所改变，很努力的让自己不要再那么的在意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但是似乎很明显就是他的努力基本上好像也都白费了，或者是说他的努力好像在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如果说你们真的都一直跟他保持着没有去联系他这件事情，然后都一直维持在断联这个状况的话，基本上看起来有两只还蛮有缘分。但如果说你们经营断联，但你们一直去赖他，或者说你们可能一直传讯息给他，或者说一直发mail，对他来讲他就觉得还蛮烦的。因为现在他是在一个自我疗愈或者说自我发掘的这个期间。死神，好，那死神就意味着说，其实在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他会希望就刚刚前面所提到的，如果说真的要回来找你们的话，关系要解决，或者还有就是两人之间的关系不要有太多的牵扯跟牵引。那如果说有牵扯到一些比较现实面的话，他也会希望说那些现实中，比如说像一起开店啊，或者说一起工作，希望各自安好，不要去改变那些，只要两人之间的心情、两人之间的心思是有所改变的这个状态就好。然后现在这个人的话，本身他觉得最糟的事情已经让他碰到了，如果说要再更糟的话，他觉得也都无所谓了。对，就是因为他现在在对于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他还是会希望尽可能的可以让他自己都先想清楚之后，再决定要不要继续往下走，或者是说再决定这段关系要以什么样的方向前进。因为似乎蛮明显，就是对方他很希望这段关系是可以不要再有这种比较病态的生活的方式，或者是说可以摆脱掉一直以来在这段感情里面可能比较不健康的那样的相处的模式。因为这个对双方来说的话，都会是一件还蛮令人觉得很挣扎的事情，或者是说蛮容易让人觉得是比较难以去掌控，或者说可能比较悲伤的这个状况。那似乎也可以知道说，他在对于你们这段关系的话，你要说他回来找你们有没有其他的打算，根本就没有。他确实会有想要见你们，可是也很明显，就是如果说他真的没有办法见到你们，他还是可以好好的去过他自己的生活。那如果说是以台面中的话，洋洋会认为他本身的自省的能力有还蛮差的，然后他在对于说关系中的经营的话，他也很弱，所以看起来这个人他都一直还在学习的阶段。那也很不幸，就是你们刚好就是他可能
感情课题中的其中一项，或者是说你们是他情感中里面可能必须要去学习的人事物。那但洋洋会认为，对于你们来说，一定在这段关系里面收获满满，因为对方其实他心里面也这么想，只是他现在心里面会觉得有一种声音告诉他说，这个人不行啊，或者是说这是我要的吗？或者是这段关系我真的开心吗？等等之类的。所以关系里面对他来讲话，他现在会比较希望说是可以，让两个人都顺利的发展下去。如果说真的没办法的话，那也就是不强求。好，因为看起来其实这个人他是真的蛮喜欢你们的，或者说他真的蛮在意你们，只是在关系之中的话，也很明显就是说他会有点比较不知道自己应该要怎么办才好，或是说不知道自己应该要怎么做才好。对，因为就是会有一些的生活中的考量。对，然后最后也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可能有点跨不过那道心里面的门槛。圣杯五，好，那我们抽到最后一张的第一张主牌是圣杯五。好，那圣杯五就意味着说，其实他在对于说失去你们，或者是说让这段关系就这样子离开的话，他自己本身其实心里面也是蛮不好的，或者是说也是蛮难受的，还是会希望说，如果可以的话，会希望这段关系其实未来是能够往好的方向走。所以，这个人他其实心里面是有一些的忏悔，或者是说他心里面其实会对于自己的一些的行为，或者说过往对于你们比较不好的那个部分，他其实都有去深刻的反省，或者是说都有去想过。那看起来其实这个人如果说他本身也是信奉就是佛道教的话呢，那有可能这个人他最近应该有去拜拜。对，所以或许你们也可以去有那种寺庙的，他家附近的寺庙，或者是说你们可能知道他自己本身都会去哪一间寺庙的话，你们可以去那个地方等等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巧遇他，或者说可以看得到他。好，洋洋先喝个水。好，然后再就是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你们在对方心里面确实有一个一席之地，是一个没办法去被抹灭的，或者是说真的是还蛮重要的。可是如果说你们真的还是会希望对方可能可以给予你们更多的交流啊，或者说希望可以给予你们更多的更进一步的发展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因为对他来说只是想去解决他心里面在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他的一些的遗憾，或者是说他觉得如何做可以让彼此之间都更好，或者是说更舒适。那如果说真的是两人之间回来又吵架，或者说又不愉快，又可能会让这段关系失衡，没有办法好好相处下去的话，那对他来说其实这一切是比较没有意义的，或者是说他也会比较担心关系里面会走向一个比较不好的那样的一个方向，或者是说他也不希望两人之间会再为了同一件事情继续吵架。那当然也不一定表示说每次吵架都是你挑起，有时候也可能真的是他，但是他本身在对于说他自己过往的一些的过错，或者说他可能对了你做了什么事情，导致说让这段关系可能变得比较尴尬的这个局面的话，他自己本身是比较没有这方面的想法，或者是说他自己本身也是会比较以他自己为出发点，所以看起来其实这个人就真的超自私，对，非常非常的自私。好，我们来看一下抽第二张。好，这边的话，补充盘抽到的是权杖九。好，那权杖九就意味着说，其实在目前生活中应该是有一些资讯、有一些讯息，去让他觉得好像自己应该要去面对正式的这件事情之间关系中的一个状况，但是很明显就是其他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的障碍，或者说还是会有一些的挂碍，会让他自己会有点比较不知道该如何跟你们有更进一步的相处，或者是说不知道该如何去挽回你们。所以当你们如果说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可以稍微简单的问候，因为这个人其实他蛮需要就是他自己决定好去做那件事情，那可能才会成。那如果说他没有决定好，你就一直去 push 他，一直不断的去催促他要赶快完成的话，
基本上是蛮困难的，因为他自己本身有点容易把他的事情看得太严重，或者说排得太紧，所以对他来讲可能会比较有一点困惑，说他到底应该要怎么做才好，才能让他自己的生活是可以有更多改变的机会。因为其实以他目前看起来的话，不管他做了多少努力，或者是说他不管做了多少，他的状况基本上也不会变动太多，还是会先继续以可能目前他的生活中的该忙事情就去做，然后就去忙，或者说他的工作，你要说他换工作吗？目前是比较少啦，基本上是不太会有。对，就如果说你们是同事之间的关系，然后跟他比较没有在联络，你可能觉得他想换工作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换工作这件事情的话，大家的想法上面可能也会有点不太一样，或者说会有一些自己的因素在。对，好，然后我们来抽到的第2张恶魔牌。那恶魔牌就意味说，其实对方他会觉得，你们这段关系其实还蛮有缘分的。然后其实他遇到了你之后，他也觉得，自己的吸引力吧，他自己的自信是变得越来越好。所以本身在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如果说你们真的有上过，就是有过亲密关系的互动的话，其实对他来讲，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他会比较有点排斥，或者是说他会比较应该说他喜欢的是你的身体，他第一个喜欢是你的身体，第二个才是你的人，所以他蛮觊觎你的身体。如果说可以在没有任何的状况之下，他还是会蛮希望可以跟你有更多的亲密上的肢体上的互动。那如果说你们都没有过这些肢体上互动的话，表示对方觉得跟你们之间是蛮有缘分的，然后你们在他的心里面其实也还是会有想要再多更加的认识你们，或者是说可以多去触碰到你们。对，然后他也觉得你们之间真的蛮有缘分，所以有亲密关系过的对方是觊觎你的身体，那如果说没有亲密关系过，对方是觉得双方之间是很有缘分，然后是很值得可以继续交流下去，或者是说蛮值得是可以继续的了解彼此的生活的情况。然后再来就是他本身在对于说你们之间的这样关系的话，其实他真的完全放不下。然后他也就是刚前面提到，他真的很常会去想起你们，可是因为他对于你比较多是来自于人类原始的欲望，所以只要你们没有见到面，他就觉得好像就也还好，或者说他能够自己去解决他的一些的生理上的一个需求，就比较不需要透过你，或者说比较会觉得不需要让这段关系变得那么的复杂。就是因为他本身在对于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他本身还是会希望说可以顺其自然，或者说让你们这段关系是能够有机会的话继续往下走。那其实洋洋会认为，其实以整体牌面上看起来说，这组的你们要说能不能在一起吗？或者说有没有机会的吗？洋洋会觉得这个几率是真的还蛮高，是真的还蛮大，但那个时间点其实台面重讯是比较看不出来，因为他目前就心里面有一些自己的疙瘩，或者是说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在，是比较没有办法以最客观的方式去看待与你们之间关系，或者说他也比较没办法去放下自己的一些的脸面，然后就是去想要多跟你们交流的这样情形。所以目前可以知道说，你们在他心里面有一席之地，有自己的地位，但是如果说真的要再更进一步的话，会建议你们再等等，再看看，等对方有主动做什么之后，那么你们再做，要不然基本上会希望说大家就先维持在现在目前的这个状况就好。好，然后再就是洋洋为大家抽到的情绪的卡片这一张，那我们抽到的字卡是可爱。好，那因为说其实对方有时候他会觉得你们本身在对于伤心难过，或者说你们自己的痛苦的时候，你们所表现出来的样子，通常会让他们觉得比较好接近，或者是说他还蛮喜欢这样的你们。
但这个对于你们来说，其实本身是一件比较不公平的事情，或者是说是你们也不希望去发生的事，因为其实渐渐的你们已经把自己的心给收起来了，或者说你们渐渐的让自己的心其实会希望能够等遇见新的对象，或者说等遇到对的人的时候，你们再付出自己的真心。因为如果说你们之间的真心是都一直是锁住的话，其实别人都看不到你们。所以其实宇宙想告诉你们说，其实你们是可爱的，或者说你们是惹人疼惜的，或是说你们其实都一直有被你们的信仰给保护的。那在于你们这段关系虽然现在目前状况真的不太好，然后你们也把自己的心给封闭起来，让你们自己也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去面对，或者是去处理的话，那基本上这段关系不会拖太久，然后也都会有一些状况会让你们去意识到说，可能这段关系真的有点不太适合自己。好，因为其实可爱配这边的话会比较有点难以去解释，但很明显就要说，其实对方有的时候他可能会偏向抖 S 吧，喜欢去看别人痛苦，他就觉得自己是非常的自在，这样子。好，那这样的话呢，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是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好，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牌组的朋友，你们验证牌的部分，你们心中所想那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好，洋洋为大家抽第一张。好，第一张的话，我们抽到的是钱币五。好，那钱币五意味说，其实这个人呢，他非常的向往自己的生活所做出的任何的努力，或者是说他所做任何的付出，都是能够被别人给善待的，或者是说是能够被别人给看重的，又或者是可以被别人给器重、给器用。所以有时候他表达出来的一些的话，他蛮需要有人去附和，或者说他蛮希望有人可以给他正向的回馈。正向的意见是要正向的哦。如果说负面的话，他不要，他可能会觉得这就是忠言逆耳，他听不进去啊。那这个人的话，他其实还蛮向往说，大家是可以群体之中一起互相的合作，或者是说相互包容。那最后其实就是他蛮希望自己在群体之中，他不渴望变成最重要的那一个人，但他希望是可以成为副手，或者是说就是不要那么后面了，就是可能排在第二个或第三个顺位就好，他不要在第一个没有第一个没有关系。那可能他有时候做出来的行为让人觉得你是不是想当第一个，对，那其实他没有，他的心思是真的只有想当第二个或是第三个，第一个的话是没有那个意思的。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人他在对于自己的生活，或者是说对于自己的工作上面的话，有的时候他会比较一板一眼。那如果说这件事情是对他有好处，或者是说是能够受到吹捧的话，那么他可能就陷入在所谓的傀儡之中，对，或者是说他会陷入在这种被他人利用，或者说享受被他人给注视的，被他人给注意看见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所以其实他这个人本身，因为他对于工作或者是钱财会有一些的执着跟执念，或者说他容易会因为太过于看重工作上的付出，或者是说工作上的成就，所以他就容易会去听那一些不一定是对的，但是是对他有帮助的人的话。所以事实上这个人容易会在工作里面会迷失了方向，或者说这个人蛮容易会被他的心情很容易会被工作的事情给绑架。所以似乎你们心中所想这个人，他的心思其实会有一点小复杂，或者是说他的心思里面的话，你们可能比较难跟他聊到工作，是因为只要他一讲到工作，他就会话匣子一打开就完全关不起来，然后甚至有时候会
把自己哄抬的有点太高了，这是一个比较不好的坏习惯。好，我们看到这边抽到的是太阳牌。好，那太阳牌这边就意味着说，其实他的内在里面是非常渴望自由，或者其他的内在里面其实会感觉到蛮孤单的，他蛮希望有人可以陪伴他，或者是说他的信仰是可以引导他，是可以指引他，但因为他自己好，对于洋洋来说，其实会比较认为他自己本身，因为他太过于看重他所在意的那一切，所以当有信仰或者他的身边的朋友给他提点的时候，那他给出来的反应又太过于冷漠冷淡，或者是说比较不太愿意好好认真听他朋友讲的话，那就当然也非常的容易导致于说让他在人际关系上面的话会造成一个蛮大的一个困扰。然后看就是这一个人他的感情好像有点不太顺利，或者应该说他一直来的感情有点不太顺利，或者说他的人际关系上面的话经常会让他感觉到有一种身边的人都留不住的感觉，能够真正留在他身边的人都是那一种可能工作上认识的啊，或者是除非真的是学生时期所认识的，要不然基本上如果说他出社会所认识的朋友，或者说离职的同事，也不太会跟他打交道，因为他这人心中有还蛮多的阴暗面，或者是说他心里面本来就对于身边的人的话，其实就有一点的警戒心，所以就算有人对他好，他其实也蛮容易会想的比较多，或者是说他也蛮容易呢会把每件事情看得太过于负面，对，所以这个人其实他本身是真的活得还蛮累的。然后他这个人本身外表呢，虽然看起来让人觉得好像不太好亲近，或者是说让人感觉比较不好相处，或者是他在对于事情上面的话是属于比较一板一眼的，可是他心里面却非常渴望有人可以关心他，有人可以对他好，或者说有人可以去问他你最近还好吗，就是那种简单的慰问跟关心，对他来讲是非常渴望，也是他也希望可以拥有的这一切。对，那洋洋会认为说，其实他这个人有一点的忧郁症，轻微啦，非常的轻微，要不然他这个人本身话就还蛮少的，就是他比较不会聊天，或者说他比较不知道该如何跟别人讲他的心事，或者说他也比较不会跟别人展现出他的一些的弱点。好，现在我们抽到的是隐者牌，那隐者牌意味说，首先星座来说，可能就表示这个人是处女座，几率也蛮高的。然后再来，现在就处女座吧，对，就表示这个人本身处女座的几率很高之外呢，那这个人他其实非常的应该说他觉得孤单寂寞的时候，他就告诉他自己说，我知道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我知道我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所以我不能被这种孤单寂寞给打败。或者是说我不能被所谓日常的生活人际关系之中给打败，反正每个人都是浮云，每个人都是一时的，不一定是真的大家都会待在我身边的人，所以表示说这个人他本身在对于说这些人际关系上面的话，本来啦就是属于比较负面一点的，或者是说本来就比较不太愿意去相信自己身边的人事物，所以呢他就会用各种方式来去说服他自己。那当然也是因为他会一直想办法去说服他自己的关系，所以导致于他自己本身在对待身边的人事物的情况下来看的话，就比较不会去做改变，或者说他容易会把自己陷入在一个胡林之中，就是因为他本身不太愿意去相信身边的人，所以呢他就比较没办法去看见自己的缺点，他就算知道，他会觉得他是不是对我有别的企图，或者是说是把我想要对我干嘛之类的。
对，就是这个人他的想法上面的话，通常是属于比较负面一点的，或者是说比较会去担心、害怕跟别人相处的过程里面，是对自己是有其他的想法跟企图心。那他本性是这样啦，他也并不是说真的他就这么坏，他只是因为他的本性就是不容易去相信别人，然后把工作生活看得太重要。或许是因为他的从小经历会让他觉得人没有钱是不行，或者是说人没有工作就是个废物之类的，就是他的成长环境里面可能感受到了人情冷暖，会觉得钱财才是一切，或者是说钱财中的工作上的职位能力，可能才会是能够代表一个人的价值。对，好，那这样的话以上呢是选到这组牌组朋友你们验证牌的资讯。那如果说有符合或者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好，那么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牌组的朋友，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对于锻炼中他会不会想要见你们呢？好，那也要为大家抽第一张所代表性的牌卡。好，这张手，抽到第一张是宝剑十。好，那如果说像我们这边抽到宝剑十的话，意味着说，其实在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如果就是你们现在已经是分开的那个状态之下，其实他心里面是觉得蛮空虚，或者是心里是蛮挣扎、蛮难过，然后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一点不知所措，所以表示你们在这人心里面的话，原本就真的非常的重要，也是因为对他来讲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他在对于想到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这段关系已经这样子断联了、分开了，所以他心里面是非常难过。那究竟他会不会想要去见到你们的话，洋洋必须说，如果说只是在于本身宝剑十的这张牌来看的话，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对他来说是比较希望你们之间的关系是能够和好如初，或者是说是能够回归到原本的原点，而不是单纯只想要见到你们，比较多像是他在对说这段关系本身的这个存在的意义跟价值，是现在他比较希望是能够去探索的，或是他现在呢是比较能够去知道的，所以呢，他其实是心里面真的想念你们，然后他也想念着这段关系，然后他也是在乎着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中的互动，或者说你们这段关系中的价值，或是你们这段关系里面曾经所带给予他任何的感受，或者是曾经所让他觉得是能够有未来的，因为关系中的你们原本应该算相处的蛮不错，或者说原本对方所对待于你的态度本来就是也很好，那或许是因为你们之间的这个缘分有一件事情是没有办法去被解决的，是他也解决不了，你们也没办法提供个好的方式，那当然关系就可能只能选择去以结束的方式来去处理，那当然有可能是因为他自己本身的状态也不够好，所以他也会觉得他自己本身或许配不上你们，或者是说他也会觉得自己是可能没有那个缘分能够继续在这段关系中继续坚持，所以他心里面也是非常的挣扎，或者说其他心里面也是蛮痛苦的，不晓得说自己到底应该要如何才有办法去解决在这段关系中里面的一些的矛盾，或者是说比较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问题。不过很明显就知道说，对方其他心里面依然呢是真的非常在意着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说他还是蛮希望这段关系是能够有恢复原本的状态。可是当如果说恢复要原本状态，又要什么样的方式相处，什么样的方式互动的话，这个对他来讲又会是一个未知，或者说又是会让他觉得是他可能要去面对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或者说必须要去面对到另外一个的功课。可是他自己本身又不太想要，或者说又有点不太愿意的想要去直接去处理好你们这段关系所产生出来的矛盾点。那对他来讲的话，其实关系是在意的，是在乎的，
可是真的要为了你们做什么，或者说改变什么，他本身这个行动力的话，基本上是属于比较小的，对，比较多像是他有点就是懊悔啦。对于说这段关系中的状态是一种懊悔的这个心里面的感受。好，那我们抽到的是宝剑9。好，那宝剑9呢，就更加意味说，他其实现在对于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这样的状态的话，他心里面真的压力非常的大，然后他也还是心里蛮希望说关系是能够有一天是恢复你们该要有的联系，或者说你们应该要有的这个状态。那本身这段关系中的这个情形，其实他心里面也是不好受的，所以经常的会流泪，或者是经常还是会半夜做噩梦，或者说半夜会去想起你们。但是他有一直很努力的想要让自己不要再去那么在乎你们，很血淋淋的，有没有？所以他会算是说有点是故意去忽视掉他心里面可能在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期待跟渴求的期望。所以总而言之，就是对于他来讲，这段关系其实他知道很重要，可是真的要再更进一步吗？或者说更进一步要怎么做，他心里面都没有一个谱，或者说他心里面也都没有一个答案。那他会不会想见你们？也还是会认为，如果说是以宝剑9来看的话，想见你们这个欲望、这个冲动是比较低的，比较多像是他希望是能够去重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的那个最好的状态，或者说他觉得是最美好的那个一切。那现在他会比较像是说去漠视、去接受现在心里面让他觉得比较痛苦的这个情形，或者是说这样子比较痛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那如果说关系他现在比较多想起来的事情会比较洋洋会认为啦，他心里面是在意着你们，在乎着你们，然后是对于说这段关系还是会有一些的个人私心的期待，所以他其实心里面是有一点希望你们是能够主动的。但如果说有一天你们真的主动的话，其实他反而也会不知道说他应该要怎么办才好，或者是说他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说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于你们。那关系之中好的跟坏的他其实都有想起来。那只要每当他想起来的时候，他心里面就会非常的挣扎，也会非常的痛苦。那他其实每次都有想要去主动找你们的这个欲望，可是他都没有去付出行动，原因就在于说他觉得原本两人之间一定会分开的那个原因他没有办法去解决，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那当然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的时候，很理所当然就是关系里面就只能先以维持现况就好，就是都只停留在原地的这个情形。好，那我们现在看到抽到的是审判。好，那审判因为说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很明显就是他会认为其实只要当两之间呈现在这种比较没有在联络，或者说比较断联这个状况之下，关系里面一定会有这个机会是能够去有所改变，或者说两之间相处的模式一定会有不一样的可能性，或者说双方之间一定会有个人会想去做这个决定。那他心里面的话，对说这段关系中的断联本身呢，他会是不太想要去发生的，或者说他也不太想要去愿意接受现在这个情况。可是因为也已经发生了，然后也已经让两之间的关系变得如此的尴尬，所以呢，他其实现在会有点像是说，他想用这种逃避的心态来去处理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现在可能让两个人都会觉得比较困扰的那个部分，或者是说会让两人之间比较好像会觉得有点对他来说，其实他心里面是不想要去放下你们的，或者说他心里面其实对于你们这段关系是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期待的。那但对于断联如果说是由他自己所决定的话，由他来去做这件事情的话，起这个头，那他现在心里面蛮后悔的。
那他心里面是蛮挣扎的，还是会希望说，如果真的可以的话，可以让这段关系恢复联络，然后是要去主动找你们。但如果说在这段关系之中是由你们决定来去让这段关系断联的话，那对他来讲的话，会觉得好像其实是必须要去接受这件事情的发生，或者是说必须要去能够理解你这件事情的一个用意，因为你一定也是因为深思熟虑过后了，或者是说你可能也觉得这段关系都只停滞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你也受不了了，所以对于他来说，双方之间在这段关系里面，会走到现在这样的局面，这样的情况，也是在一个无可奈何，或者说是比较是一个最后一个方法，做一个下策。那当然，他其实心里面对于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他还是会有一些自己的期待，或者说他其实还是会蛮希望两件事能够再次的恢复联络。所以以另外层面来看的话，他确实可能会想见到你们，但是更多表面上看的话，洋洋会觉得其实他更加的是希望是能够继续拥有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但如果说你们本来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没办法接受可能关系之中那种比较没办法被社会大众给接受的感情的话，那你要说对方会不会愿意为了你负责任吗？还是说他愿意为了你去离开原本的关系，然后去跟你在一起吗？以台面中的讯息的话，其实这样的几率，或者是说这样的可能性的话，基本上是比较没有的，是属于比较少的。所以有时候他才会觉得，如果说两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直在断联的状况之下，或许有可能是两之间都能够用一种坦率的方式去面对目前这个状态。但是对他来讲，或许很明显是真的比较没办法接受。那看你们这边有没有办法，那就看你们有没有愿意想要继续重蹈覆辙同样的这个情形。好，我们这是抽到的第一个部分。好，然后大家看到第二个部分的话，权杖9，哇！所以不知道说选到这组你们是不是在这段关系之中，你们两个人之间是不是可能刚断联，或者说可能断联才1-2个月而已？因为看起来对方他心里面呢，其实有想过无数次，是不是要去找你们，或者是说是不是要继续让这段关系延续下去，还是说让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可以有个更进一步的这可能性？但是以台面中讯息的话呢，似乎他其实心里面还是蛮挣扎的，是依然蛮抗拒的，是不太愿意想要去改变他自己的。所以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来看的话，杨会认为其实他真的想要去找你们吗？也是一样是有，但是只是比较想是说希望让这段关系是能够和好就好。可是在对于关系之中的下一步，或者是说承诺或者是进展的话是没有的。然后再去洋洋会认为他本身这个人身边应该是有一些的责任在，是比较没办法去真的解决到。所以如果说你们确实是感情中的第三者，或是说你们是不小心变成第三者的话，那很明显其实对他来讲，关系里面他就觉得要跟第三者在一起嘛，这个就是让他觉得很困难的事情。那如果说你们是属于可能比较没办法社会大众的，比如说性向啊，或者是说远距离的话，那对他来说就会觉得他跨越了，解决了，那两件事真的能够顺利的相处下去，这所有的一切对他来讲都是一个未知数。那如果说你们本来就是异性恋，你也确定对方当初他就是单身的这个状况，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大众化的这个状况之下的话，就表示他的心里面呢，其实本身在对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他会没有办法去跨越的原因是在于说，他的自尊心做不到，或者是说在对于你们之间这段关系，他也会觉得
要不要继续下去这件事情，可能不会是他最先要想到的。他觉得最先要去解决或者说去处理的，应该是他该如何以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于你们。他的心态、他的方法跟面对之后他讲什么话，那讲那些话方法，或者是说面对你们心态可能都准备好了，那之后呢，接下来呢，他主动吗？还是你会主动等等之类，他就想的非常多。所以呢，他在对于说你们这段关系，他就一直在那种犹豫的阶段。所以呢，除非你们想要更加的好啦，应该也不能这么说，应该就是反正他就对于说这段关系，你要说他到底有没有想要完全付出行动，想过很多次，但是更多是想的是为了这段关系，而不是为了你这个人。所以当然，如果说有一天真的出现了比你更好的对象，或者说可以完全吸引到他的人的话，那其实他的注意力马上就会转移了。那其实他自己本身也蛮希望注意力是能够尽快转移，不要总是在你们这个人身上，或者说不要总是在这段关系里面，因为他也知道其实这一切都是比较没有那么的健康的。好，我们这边抽到是隐者。好，隐者因为说其实他对于说我们这段关系，他真的有很努力的去思考，或者说他其实真的有想尽各种方式，有想让自己去能够接受在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说这段缘分的话，对他来说，其实他更加是顾虑到说，如果说他真的回来找你们了，重回到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他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或者是说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或者是他会不会被你们给不好的对待，还是说他之后都要看你们的脸色。就是他蛮希望关系之中的话，如果说真的要重回，或者是说真的要有互动，还是说真的要重新相处，那原本的模式是合适的吗？还是说要重新尝试着用不一样的方式去经营着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是说来去让这段关系有一个不一样的相处的方式。那如果说以不一样的相处方式的话，是不是能够真的如期的顺其自然，或者是说是不是真的能够让关系走到一个双方之间都愿意去接受，然后没有争执没有吵架的那样的一个局面。那对他来说，其实关系里面真的要再有进一步发展的话，其实他本身也都想过了很多次，然后他心里面也模拟过了很多次不同样的情境跟不同样的方法。那这些状况的话，又想到你的个性，可能你没办法接受，或者是说你可能会很生气，或者说两之间会再次的吵架。所以呢，除非对方回来，你们是能够愿意去接受一个新的相处的模式的话，那么基本上还是会建议你们可能不要太过于期待，因为基本上对方回来找你们，一定是他准备好要干嘛了，或者说他可能准备好来去拒绝你们，或者说来准备好跟你们谈判，或者是他可能有想过要如何去说服你们。那洋洋会认为，其实对方回来的话，真的没有想要跟你们更深刻的交往的那个阶段，或者是说没有想要跟你们那种痛哭流涕说希望你们可以原谅他，都没有。他比较像是想要心平气和的回来好好跟你们讲，或者说跟你们分享他一直可能在你们这段期间的个人的想法，或者说这段期间你们俩之间在这段关系之中双方之间可能在对于关系不一样的期待。因为他跟你讲说他可能在这段期间他已经深思熟虑过了，那他的决定可能是怎么样，那你的决定是如何，那就看两之间到最后面的有没有一个共识，或者说有没有一个想法在。因为蛮明显就是这个人其实在关系的话，他比较没有太多个人的，所以跟你的意愿是比较不一样的，所以你们可能可以再稍微思考一下。然后接下来我们抽到的是权杖五，看权杖五都是那种很比较不好的牌。好，
那权杖五就意味着说，其实在于你们双方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就刚刚杨所提到的嘛，他本身在对说这段关系里面，他已经有很多的想法了，或者是说他其实都已经有演练过、模拟过非常多次，所以在关系里面，如果说真的要再更进一步发展的话，他蛮担心说两之间的矛盾会再次的起冲突，或者说会再一次的有很多的不愉快。那基本上他也是会想要尽可能去避免两之间这种比较不愉快的这个局面，或者是说两之间在对于关系里面这种比较尴尬的这个状况，因为有可能如果说你们这段关系是本来不能被别人知道的话，他蛮担心会受到身边人的指责，或者是说身边的人的贬低，或者说身边人的责骂，那他尽可能想要去避免到这些所有一切的情形，然后就他也很害怕刚前面所提到的被你们给责骂，或者说被你们给怪罪，或者说被你们给数落，或许是因为他自尊心本来就比较高一点，或者是说他觉得你们对他态度是已经他可以所预见的，是能够知道的。那当然对这种情形的话，他就会感觉非常的痛苦，或者是说他会比较除非啦，你们真的对方回来的话，你们愿意去接受他所有的想法，愿意去接受他所有个人的意见，要不然会比较不建议说你们要再去重回在这段关系里面，因为洋洋会认为其实蛮明显是对方本身在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他就是没有想的太多。就是说两之间的期待是比较不一样的。那当两之间期待不一样的时候，就蛮明显就会有一些很争执。那两人之间的这种争执跟状况，很明显也不会是你所想要的，因为你应该也不太想那么卑微的，就是待在他身边，因为他在对于关系中的进展下一步的话，他真的没有太多的想法在，然后他也不太会希望说。对于你们的话，他想要负责什么？因为他也觉得那不是他应该要去负责任的，所以会建议说，之后如果对方真的回来的话，那你们真的不喜欢，你们真的不需要跟他是同样没有在一起的这个，你们是想跟他在一起，但他不想要，然后你们俩对这件事情没共识的话，那建议你们就跟对方的相处就保持在一个冷淡的状态就好，也不用太特别去辱骂他，或者说特别去数落他，或者是说跟他破口大骂，这是比较不适合的，也是比较不需要去做的。对，因为很明显就是他回来的话，就是会希望关系维持在原本的好，或者说暧昧就好，没有想要再更进一步。好，然后把第二组的部分先收起来。好，我们看到第三个部分。第三个部分我们抽到的是钱币七。好，那钱币七就表示说，以目前现在来看的话，他还是会先以他自己现在生活中的事情为主。那首先第一个有可能他会认为一段感情里面需要的就是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稳定的生活。那如果说钱财不够，或者是说金钱不足，或者是一个人的能力不够的话，实际上是很难是可以去好好的经营一段关系，又或者是说是非常难可以去让两个人双方之间的关系更加的和谐。然后所以表示说，其实目前现在这个人工作状态的话，因为不会到太差，但就是还是会很努力在工作赚钱，就是他本身还是蛮需要钱的，只是在对于说需要钱的这个部分，也是他现在目前生活中他唯一的目标，所以现在他也会尽可能的把他自己的心思是投入在他的工作里面，或者是说赚钱这件事情上。那当然如果说他身边有其他的人、其他的对象，或者说有其他让他觉得蛮不错的人的话，那当然他其实还是会去多跟对方有更多的互动看看，或者是说会想去多了解那个人对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意思，还说两个人之间是不是有谱。所以呢，他这个蛮明显就是他的生活、工作、努力的部分，也比较不是针对说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说也不是在对于你的这个人身上，就比较多
真的只是在他自己的人生中的规划里面。那在于你们之间的关系的话，他也确实在工作中的话，比较容易能够去忘记掉你们，或者是说他也比较是沉浸在自己的工作的那种状态啊领域之中。也或许是因为如果他原本的工作本来不顺，就跟你们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不顺，那现在在新的工作或者说跟你们分开之后，他反而觉得好像也比较不会受到你们的影响，或者说也不会好像是因为你们离开之后，他也觉得自己的工作变得比较能够顺利下去了。那但也不是他在责怪你，只是他有时候会有这方面的想法。然后第二部分就是他在自己的工作的话，他闲下来的时候，还是会不自觉去想起你们的这段关系，或者说去想起你们这个人。可是如果说真的要再更进一步的去影响到他工作上的心情的话，洋洋会认为其实跟也是没有。对，所以你们想要问他在你们心里面那种想念程度到底有多少？没有。不过看起来对方还是蛮希望可以跟你们巧遇的。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讯息。好，因为目前看起来对方都想念你们的这样关系，你要说他想念你这个人吗？真的，目前都没有，看后面到底有没有。好，我们抽到的是钱币2。好，那钱币2他会希望说，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跟他的心情或是他的生活是能够找到一个共识，或者是说能够找到一个共同的平衡点。所以呢，在对于说要不要重回找你们这件事情的话，基本上是0。就是没有，就是他希望关系里面顺其自然的发展下去就好。但是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说，对方他本身在对说要不要去联系你的这个事情，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动作，他也是因为心里面会有一些自己的隐忧，或者说有一些他自己个人的考量的那个点，考虑的点。所以呢，除非这件事情是他能够完全想通了，要不然基本上你们主动去找他的话，其实对方应该会继续的忽视你，就是不会去回应你的讯息，或者是说也不太会去搭理你们，除非他自己想通了，那你们存续给他，他其实就会回复你们了，或者说他就主动邀约你们。因为看起来这个人当他真的决定好的时候，其实他会是属于那种主动邀约的人。可是如果说当他还没有决定好，或者是说当他在对于说你们之间的关系，他是还没有想理出个头绪的话，无论你们做任何事情，或者说无论你们任何的表态，基本上他也就是真的不会回应你们。因为更重要的是，他觉得他现在需要去面对，或者说要去处理的是他心里面的这个心态。如果说他的心态是没有调整好的话，或者说他的心思是没有达到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的话，那其实关系之中恢复联络的这个意义本身是对他来讲他是觉得不大的。因为对他目前生活来看是没有任何的帮助，然后也不会有任何让他觉得是会因为失去了你他就失去了什么。他只是觉得失去你这件事情是很痛苦很难过。应该说失去这段关系，也不是说失去了这段关系他觉得蛮痛苦很难过。但如果说他讲说失去你的话，他觉得不会。对，他喜欢是你们之间相处的那个氛围。所以如果说真的能够再次遇到跟你相处那种感觉氛围是一样的人的话，他就会其实毫不犹豫的继续投入跟那个人之间的互动。所以这算是一个还蛮特别的。对，我们从到尾都讲说对方喜欢的是相处的氛围跟感觉，而不是你这个人。所以你的取代性其实基本上是还蛮高的。好，正抽到的是宝剑国王。好，那宝剑国王就是其他现在也有意识到说他自己的这个心理的状态，或者说他心中的这个想法，所以他现在有很努力的去让自己能够去面对于说自己的心里面这些的感受跟感觉，所以他也很努力的让他自己要去面对于现实。所以在对他来讲的话，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如果说真的想要去希望对方为了你们做什么样的改变的话，不可能。因为他所想要的是你们这段关系之中所带给他的感觉，而不是你们这个人。所以要说对方愿意为了你去做任何的调整跟改变，除非
你们真的能够带给予他什么？例如说像是工作上的利益，或者是说金钱上的帮忙，或者说你们能够去养他，或者是你们能够为了他做了什么。那关系之中，其实对他来讲的话，是不会有太多的帮助的。那他就会选择去以冷漠、漠视，或者是说不太愿意去做什么的情况来去处理你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很明显，对方除非他真的想通了，要不然这段关系基本上就是没有忘了，对方就是会继续保持这样的情形。所以对他来看的话，双方之间的这段关系真的要有所改变，除非那个问题解决了，或者是说除非两之间的争执的那个点，所在意的那个点是能够有所改变，能够变得不一样，要不然他会觉得维持在现况就好。那他目前其实也会尽可能去避免和你这样类似的人相处，就是在最近。可是如果说当时间久之后，你们这段关系都一直维持在现况，他都觉得可能你这个人他觉得好像也还好，可是他想要这样的关系跟这样的感情的话，那就会去找下一个，或者说遇到下一个人能够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他的话，那个人个性是他所喜欢的话，那他就会会不自觉的陷入，或者说会愿意去经营新的关系，或者说跟你很类似的那个人的关系的感受跟状态。好，所以呢，纵观以上看起来呢，是蛮明显，对方对于你确定就是没有想要见到你这件事情，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他所想要的是有一点想要重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他也非常想念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要去思考说，究竟为什么这段关系对他来讲是这么的重要？是因为他从来没遇到跟你们这样类似的人吗？还是说你们这样的人的个性是能够带给他更多温暖，然后能够让他去逃避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或者是你们之间的这段感情是能够帮助到他什么？所以他会特别的怀念，或者说特别的想要拥有，这都是值得去探索。就是这段关系本身对他来说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台面上看起来我们比较没有看到意义，比较多像是他到底有没有想要见到你这件事情。因为看起来就是他真的没有想要见到你们，像是重回到你们这段关系，想要拥有你们的这段关系，这个会算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解释的方式。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为大家抽到的这一张卡片。你看这个人，他望向着大海，然后很痛苦，然后是空虚。那看起来比较像是说你们俩之间双方的这个状况。因为刚好提到说，其实对方心里面是很痛苦的，所以他会想尽各种方式，让自己去寻找注意力，然后让自己去找到一个比较踏实的那个点。因为在海上嘛，或者是说是在看着大海，其实就是等同于说是望向着那种空虚的东西，或者说不存在的东西。所以当面对说本来就是不存在或者是空虚的东西的时候，本身这件事情是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呢，当这件事情本身没有任何意义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或是你就会觉得，这段关系其实就很多需要去面对、去跨越。然后现在其实双方之间都会有一种比较逃避的心态去看待于目前关系中的这样的情形。所以纵观看起来呢，这段关系如果说要恢复联系的几率，基本上目前来看是属于偏低的，是基本上是有点难的，除非你们是共同的同事的关系，才会有机会可以碰得到面。要不然如果说你们本来生活圈就没有重叠的话，其实关系要更进一步发展的话是蛮不可能也蛮难的。好，那的话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者是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账户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好，那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牌组的朋友，那我们来看一下在验证牌地方，你们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好，可以来为大家抽牌。好，我们这边抽到的第一张是圣杯国王。
好，那圣杯国王就意味说，其实这个人呢，他本身在对说比自己还要弱小，或者是说需要被帮助的人，或者是说比较没有，好，那就反正弱小的人，或者说比较需要被帮助的人的话，他通常呢都会是蛮慷慨的，所以他对老少妇孺的话态度都不错，只要对方没有伤害他，或者说对方，因为大家也知道有的人会比较机车，就是说对方的人会比较机车，所以就是他本身在对说，只要是那种真正需要被帮助，然后态度也不错的话，那么他就会想要多照顾对方，或者说多愿意施舍对方，或者是说多给对方一些他觉得是值得的，或者说他觉得是不错的一些照顾，或者是会给对方还不错的关怀，所以他本身这个人是比较没有办法，应该说比较容易有同情心，或者说比较容易会站在别人角度去为他着想，或者是说去为他思考。但也因为这个人，他本身在面对于情感的部分的话，可能会有一种中央空调的感觉，或者说你刚开始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不知道他到底对你的想法是如何，因为你就觉得他对待每个人好像都蛮不错的，或者是说他在对待于身边的人其实也都不会到太差，所以因此你本身在看待或者说在面对说这个人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有很多的疑问，或者说你心里面会有很多你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了解到他内心世界的，因为他其实你有时候会担心他表面上表现出来的样子跟他实际上内在样子是不是比较不一样。那么其实这个人他不应该是说他这个人呢，表面上所表现出来的样子跟他内在样子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没有差太多，不像前面的两组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或者说基本上也不太想被别人给看到内在的自己的样子，或者说会有伪装。这个不会，因为这个他本身的性格就很喜欢照顾别人，或者说很喜欢跟别人分享，或者说很喜欢跟别人有比较好的互动。他这个人其实也不太喜欢有冲突，所以通常跟这个人越好的时候，你会越感觉到这个人他很在乎身边的每一个人。他在乎并不是在乎他们对他的看法，而是他在乎说他有没有办法去照顾好，或者说有没有办法把时间好好的分配给身边的所有的人。所以他本身这个人是非常的有同情心，然后如果说是他自己本身有能力的话，他其实也还蛮喜欢跟别人分享，或者是说把自己所会的东西让别人知道，然后就是有点像是老师的角色，或者是说像是父亲的角色。这边父亲一般来说，可能很多父亲都比较有威严性，但这个是没有。那这个话就是会很喜欢去照顾他人，但是有一点就是，他有时候会想要去控制好每一段关系的发展，就是他自己本身的性格是属于比较难以去接近啦，或者是说比较稍微难搞一点点。对，但只要你要顺着他的毛摸，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好，我们就抽到的是圣杯3。好，那圣杯3就意味着说，这个人呢，他其实是一个蛮孝顺的人，或者是说他蛮希望自己的生活，或者是说自己的状况，他会把他自己照顾得非常的好，或者是说他会想尽办法让身边的人不要为他所担心，所以其实他这个人本身是蛮贴心的，或者是说他本身其实还是蛮希望可以好好的对待可以为身边的人很贴心之外，也可以好好的去对待他自己，因为他本身他也是有点算是说停不下来的人，他没办法闲下来，或者是说他也不太习惯被别人给照顾，所以呢，他通常会比较由他自己那种亲力亲为，或者是说会尽心尽力。好一点的人的应该说比较能够去控制好的话，就表示就是他自己的状态能够比较控制好的话，那你就不会感觉他到底有多累，你会觉得他蛮开心的。那如果说他这个人
比较没办法控制好他的这样的一个性格的话，你们会发现他自己这个人的活得有点累，或者是说太容易把自己放在第二位，或者说把自己放在太后面，然后就会忘记了自己的需求。因此跟人相处，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把他自己的生活有点活得太廉价了，或者是说把自己有点看得太过于贬低了。那他自己本身在对待于情感的部分的话，他这个人比较不喜欢被别人给主动付出，他希望都是由他自己来去面对那些人，或者是说由他自己来去照顾好每一段关系。所以当有人特别对他好的时候，他真的会有点不自在，他不会觉得不开心，但是他会觉得有点不自在，因为他太过于照顾好他自己了，或者是说他也太过于以他自己为主，或者是说他会比较容易考量到，如果对他好的话，他会觉得，那你现在又如何？或者是说你怎么会想这么做？然后他下次就在同样方式回报给你们。他其实也不太喜欢欠别人啊。好，那在我们抽到的是钱币王牌。好，那钱币王牌就意味着说，其实这个人他蛮重视时间观念，然后他可以容许他自己迟到，但他不容许别人迟到，或者是说他这个人可能比较不喜欢排队，或者是他这个可能也那怎么讲？应该是说他不喜欢排队之外，可是呢，如果说是他觉得有兴趣的事情，或者他一时兴起，他觉得能够排队就没有关系，就是他会希望把时间花费在他觉得是值得的事情上面，或者是说他觉得是值得投资的，或者说他觉得对他来说是有意义的。那如果说这件事情是他不喜欢去做，或者说比如说你们去逛街，那你想要买个东西，你希望他可以陪你等，他可能会坐不住，他可能过个5分钟10分钟，他人就有点暴躁了，或者是说他就有点想要找事情做，或是想要再去别的地方逛逛，他比较没办法在一个地方待太久。如果说能够在一个地方待太久，就表示他可能现在在看一个剧，或者说他可能在玩一个手游英雄联盟之类的，反正就是他在玩，一定是要一个东西能够去吸引到他的注意力，要不然基本上他比较不喜欢陪别人去等待。然后这个人他是蛮希望他这个人可能比较活在当下，或者是说他在对他自己未来的是有一定的规划的话，就希望所有的计划是能够按照他的想法去走。他比较不希望被别人给牵制，或者是说不希望被别人给过度的关心，或者是他也不希望被别人给过度的去要求他怎么做，因为他在他的生活都有一些自己的规划，或者说有一些的安排。所以如果说你们太过于去约束他，或者是说太过于想去管他的话，那对他来讲其实会是一个不是一个明智之举，因为他就会觉得你们是不是有其他的想法，或者说你们是不是有其他的打算，或者说有其他的企图心。就是他就算如果他没有这么想的话，他就是不喜欢被别人管就对了。你知道，越管他你越找不到这个人，那只要你越不管他，给他适当的空间，他反而会觉得你们之间相处蛮舒适蛮不错的。好，那这样的话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朋友你们验证牌的资讯。那如果说有符合，或者说让你们觉得有所共鸣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好，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牌组的朋友，那么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断联中的他，有没有想要见你们呢？好，那也为大家抽牌。好，来为大家抽的第1张。好，那第1张的话，我们抽到的是钱币9。那钱币9在这边就意味着说，目前还没办法看出来对方到底有没有想见到你们。那不得不说，在这段关系之中，就算你们俩之间是已经断联了，或者说比较没有在联络的这个状况之下，对方他的生活中的脚步，
或者说他在生活中所必须要去做的、需要去面对的事情的话，也都没有停下来过，他也都是依然呢继续着在努力过着自己本来应该要去过的那个生活，或者是说去过着自己原本的目标。然后现在他的生活状况的话，基本上算是还蛮不错的，或者是说他现在生活中的物质啊，或者是人际关系，或者是说他现在生活中的情况其实就不会到太差，所以呢也可以知道说有可能这个人他现在身边也有不能说有其他的人，而是说现在他的人缘算是蛮不错，但是还蛮好，也比较能够去让别人去注意到他，因为他把自己打理得非常好，或者说他把自己照顾得很好。那当以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来看的话，就代表说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他就也不太会有特别的留恋，或者是说他也不太会想要去特别为了你们这段关系去多做挽回什么，因为他就把自己照顾得非常好，他该做的他都有去做，然后他不该碰的他也没有碰，或者是说他目前的财务状况也很好，也不错，所以呢他就会很享受在自己的目前的生活状况之中。不过蛮特别一点就是，其实他现在也比较没有特别主动想去认识其他的人，所以如果说你们是问他最近有没有可能去跟别人约跑啊，或者是说可能跟别人床上的互动啊，或者说可能去多认识新的人，参加一些聚会的话，如果说就算真的有去参加聚会，那他也不会想跟别人有长期的关系，或者说也不会想要特别花时间跟那个人相处，因为现在他更加是看重他自己本身生活中的感觉感受，或者是说他自己所喜欢的东西。所以他本身这个人现在会是先以自我为中心，或者说会以他自己目前的想法来为主，或者说以他自己现在呢他觉得是最好的方式来去处理好他自己现在目前的人生中的步调。对，那如果说他是被你们分手的话，那也可以表示他已经走出原本的伤痛。那如果说是由他自己主动断联你们的话，就表示你们之间的这个断联是他决定好的，他其实已经想很久了。那最后面他所做决定的话，他就觉得不会后悔。那也是因为这段关系本来就是会有一些的问题，那两人之间都不太愿意去解决的话，他就来当那个负责的那个人，或者说来去当那个开头的人。那其实只要当那个开头的人之后，其实他也都知道，他也都想得很清楚，接下来这段关系后面彼此双方之间的感觉感受，或者说你的立场，或者是说你的状态可能变怎么样，他都清楚，他也都明白，但他就是不想管。他就觉得关系里面会走到这个地步，或者说会走到两个之间会断联的话，一定就是因为他觉得有不适合的地方。那可能有跟你讲过，或者有跟你分享过，你可能也听不进去，那不如他就这样这么做。所以呢，在此我们又抽到的是钱币九。所以如果说像钱币九在这边，就意味着说这两张钱币九不一样，你们看到那个鸟一个是在手上的，一个是在准备要飞向它的。所以呢，意味着说其实在关系里面的话，洋洋的认为啦，其实是有一件事情，或者说有一个人去煽动了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是说也可以说是一个观念，要看说你们原本这段关系里面，你们有没有做出很逾矩的行为，或者说有做出一些比较不好的动作。因为如果说你们有做出不好的动作跟行为的话，那么就表示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来看，其实对他来说是比较他不太想要去面对，或者说比较不想要去感受到的。他比较会希望说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是能够在一个平衡之上，或者是说你能够更加的尊重他自己本身在对说这段关系之中可能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相处会比较好。所以也可以知道其实这个人他稍微会有点固执，或者说只要是他一旦决定好事情的话，基本上转圜的余地就是
没有的，然后会是希望能够依照他所认为最好的方式相处下去，因为他本身就会是希望说自己的人生是能够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之外，那他也是属于比较活在当下的人，那他自己也是一个自尊心会比较不能讲高傲，而是比较不希望被别人给批判，或者说不希望被别人给批评，或者说比较不希望被别人给去要求他可能要怎么做才会是最好的。所以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如果说你一直来都是属于那一种想要去控制着这段关系的人的话，那么他当然很明显就是一定不喜欢你们，然后他其实忍受了你们非常久的一段时间，因为对他来说，关系之中的话，应该是你要听他的，而不是他应该要听你的，或者是他觉得应该是要由他应该是让关系里面顺其自然的发展。有时候你的太过刻意的举动，太过刻意的邀约，他其实也都感受得到，也都是能够明白，因为他其实蛮向往稳定的关系，或者是说没有争执的缘分，或者是说能够走长久的关系。可是如果说在你们之间的相处之下，会让他感受到比较不好，或者会让他觉得有看到这段关系中的隐忧的话，那他本身就会比较有点像说去排斥着。然后如果说你们是在问远距离的话，基本上这段关系就是没有，就是不可能的。对，因为如果是远距离，对方会想见你们是没有错，可是关系继续下去是没有，所以他只是单纯想见到你这个人而已。那关系要继续怎么样发展，他是拒绝的。这是一个远距离的人。那如果说你们是在问喜欢上异性恋，你们是本身同性的人的话，那你喜欢上异性恋的对方，对方本身是不会为了你去改变任何的性向的。这个是你们也可以去放弃掉的事情，因为对方他就不想去做这方面的改变吧，或者说做任何的举动。对，好，我们来看到下一张，这边抽到的是宝剑王牌。好，那宝剑王牌意味着说，其实在关系里面，他也知道很明白，就是两个人之间比较没有办法去放下，或者是说这段关系里面比较没办法改变的是观念。那只要这个观念没有做任何的改变跟任何的调整的话，其实关系就永远是停留在这样的情形。那当如果说出现宝剑王牌，就表示其实他有想过是要由他来改变吗？还是要由你们来改变？那很明显他觉得他这边是没办法做任何的退让的，或者是说他这边是没有办法去为了你们去做任何什么样的一个调整。因为很有可能你们之间的争执或者说断联的那个原因，好像你们有点不太知道，或者说你们有点不太确定。那如果说出现宝剑王牌这一张牌的话，好，那个断联的原因的话，确实跟你们所预估的、所想的是不一样的，是别的事情，不是原本你们可能所认知的那件事情，可能他是在意的是别的点。例如说我们刚前面提到的，可能两人之间个性不合，或者说你们可能想要去控制这段关系，那可能更深一层他会认为可能你长太丑，或者说他长太帅之类的，这种那种无聊的东西，或者是说他觉得你好像没办法帮助到他的事业，那他不想跟你在一起，因为他觉得他就想跟自己能够帮到自己事业的人。这只是一个举例啦，一个假设，最主要是对他自己来说，那些观念或者说他觉得没办法去跨越的问题，是在你们这段关系中他必须要去选择断联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或者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一件课题。但如果说当断联的这件事情，当这件事情如果说能够解决的话，是能够去改变这件断联的这个状况，因为看起来对方确实是很想见到你们。对，这组蛮特别的。第二组的话是想要那段关系，但是在你们第三组的话是对方想要见到你的这个人。那想要见到你的这个人，但却不一定要想要这段关系，或许是因为你这个人很好相处，或者说你这个人可能对他来讲是一个蛮特别的存在，所以他希望说很多互动可以跟你们有，应该说可以跟你们有更多互动，或者说希望可以跟
可以跟你们之间的相处是不错的，是好的。那或许只是单纯因为他本身很喜欢大家是相处的好，或者说他能够把握住身边的每一段缘分，然后是比较不希望让每一段缘分就这样子分开啊、分离啊，或者说让每一段缘分就这样子莫名其妙的结束。因为他这个人虽然本身呢会比较固执一点，或者说会比较是想到自己为主，可是基本上他对于身边的人的话，他还是会蛮喜欢，或者说蛮希望大家是能够好聚好散。可是对方看起来本身比较没有那个想跟你分开来的打算。那究竟为什么样的原因让你们之间这样关系会断联的话，很明显的话就是主要是他心里面的观念跟想法还有感受。所以可能你们可以回想一下，你们一直还是在哪个部分的观念跟想法上面造成他对于说这段关系有很大的排斥的感觉，或者说他可能曾经有跟你们讲过说希望你们不要怎么做，结果你们又做了那件事情，或者说你们又说出了那些话，做出了那些的表态，那就让他觉得可能心里面呢就会比较没有那么的好受。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二个部分，然后先为大家把牌给收起来。好，我们来看一下抽第二个部分，看这段关系有没有回心可以改变的机会。因为目前看起来的话，对方确实会有想要见你们这个想法，他是一直都有，可是就是见到你们之后可能想要干嘛，或者是说可能想跟你们说什么，这可能或许也是你们更想要去知道的这个事情。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抽到的是宝剑皇后。好，那宝剑皇后呢，就意味说，其实在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对他来说，可能双方之间确实会有一些就是蛮明显啦，就是说，观念上的不合，或者说两人之间的想法比较不同。然后这个人他或许他本身的想法上面通常都是会比较负面的，或者是会比较会以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的。然后这个人所散发出来的特质气质的话，可能也会属于比较有一种阴柔的那一面的感觉。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人他本身呢，算是有一种刀子嘴豆腐心，然后也蛮希望有人可以去哄他。但或许你们本身一开始的时候你们会哄他，但你们可能发现到，这个人的个性怎么是这样子，或者是说他一直不断踩到你们底线，或者是你们好像有一种都只被他给利用的话，那你们就开始不太会想要去为了这段关系委曲求全，或者说你们开始跟以前相处的方式有点不太一样。那当然他发现你们这样不同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讨厌你们，或者说想要对你们说什么，而只是单纯的因为他自己在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他会认为其实你好像不够了解他，或者是说他觉得你们好像有点变了，所以呢他也不太会想要去改变他自己，甚至他有的时候也不太想要跟你们说明白。所以因此你应该会觉得，当你们在快要断联的那个时候，你们可以回想一下，在断联之前有一些征兆迹象，例如说对方跟你讲话开始变得比较刻薄，或者说对方跟你讲话的内容开始变得很简短，或者说对方对待你的态度上面有点不耐烦，或者是对方跟你相处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有点难以去掌握得到他的行踪，或者是说他的想法。所以很明显就是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你其实在刚开始或要断联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对方开始变得有点不太一样了。对待你的态度的话，你可能觉得他好像有点这个怎么讲呢？好，反正呢就是对方他面对于跟你断联的之前，他的态度一定有不一样。对，反正不一样，好像就觉得那是一个比较大的方向，就是你们相处的方式，对方就有点不太一样。那时候其实你们那时候直觉有出现了，有觉得有点不太对，
可是你们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因为对方就是一样的方式啊，他好像没什么太多的变动，结果殊不知，后面就断了，然后反而就找不到这个人了，你会觉得心里面有很多的问号，你心里面应该就现在一样，还是很多的问号，我会觉得，到底为什么这样？对，但事实上是他已经蓄意已久了，他已经规划这件事情，已经想很久，到底要不要断掉这段关系。好，现在我们抽到的是正义牌。好，那正义牌这边就意味着说，本身在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他已经想了，他对于他自己所做这个决定，他不会后悔，然后他也希望说，这段关系里面本来应该要有的样子，可能是他现在所想要的那个方向。所以这段关系，如果说他要跟你讲，两件就是不适合，就是只能当朋友的话，那你可能就真的。以现在来看的话啦，你没有转圜的余地。那如果说他会觉得两件就是连朋友都不应该当的话，对不起，应该讲说他觉得你们俩之间不应该当朋友，连认识都不应该认识的话，那现在这个关系的断联基本上就没有望了，就是没有机会了。然后第二个可能性是，如果说他觉得两之间比较适合当朋友的话，那他心里面确实还蛮想要见到你们。然后还是蛮希望可以跟你们之间是有一个互动的机会，会有个互动的可能性，因为他本身在对待于这段关系，他还是会有一些的期待，还是会希望说这段关系是能够导向一个比较符合社会大众，或者说比较符合现实生活中的现况的那样的一个状态。那如果你们是问离婚的人，或者说分手的人的话，那对方有考虑要跟你们复合，但是要不要复合的这个最重要的问题点是在于说，他不知道他有没有办法以初心的方式面对于你们。如果说他对你们态度一样，会让他觉得他自己会觉得自己是不舒服的，自己是扭捏的，或者说应该说自己是别扭的，那他就不会想要去重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所以总而言之，就是对方他本身在对这段关系确实刚开的时候，他的想法上面是属于比较偏执的，或者是说是比较会去直接伤害到你的。虽然他也都知道会伤害你们，但是因为他太过于以他自己为主，所以呢，他就真的没有去考虑到太多关于你们的想法跟你们的感受。那现在他回来的话，他其实是会去想到说，如果说就以他自己为中心去想这件事情的话，那你们这段关系真的如果说恢复联络了，恢复联系了，那到底这个意义点到底在哪里？对，所以他最想要就是感情里面双方之间的关系是最纯粹的，是最单纯的，他比较不希望太过于复杂，或者说不要牵扯到太多的东西，太多的事情。所以如果说像这段关系本身如果啦是属于那种比较复杂型的话，会建议你们这段关系真的也可以放弃掉，因为他心里面就是会有个那种门槛是没办法过去，或者是说他心里面确实会有一些他比较难以去改变的事情。因为在面对关系里面，他就希望说把自己照顾得好，那才是最好的。那当把自己照顾好的时候，才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缘分来。那当如果说自己没有照顾得好，然后自己都去踏入那种可能比较不好的状态的话，那是不是自己的人生整个就会乱七八糟，然后就会糊里糊涂的，对不对？好，然后现在我们抽到的是魔术师。那魔术师就意味说，其实这个人他在对于你们之间的关系的话，如果说真的要去见到你们的话，他希望是可以以完全不一样的方式跟你们相处，或者说他会希望能够跳脱原本在你们这段关系中的一个争执的点。所以如同我们刚刚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人他本身在看待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他就是因为有一个症结点是他觉得比较没办法去改变的事情，或者说他觉得比较难以去接受那样的一个自己，所以当他决定要让这段关系继续往下走，或者是说让这段关系要再继续的前进的话，本来就是会需要花很多的心思，花很多的心力在你们之间的这个缘分里面。因为关系之中对他来讲，如果说真的是回到原本那个时候的样子，他觉得是比较没有任何的意义的。
然后也是不太需要的。但是如果说他真的走出来了，或者说他真的下定决心的话，你们一定会看到全新的他，或者说你们一定会你们一定会知道这个人哪里变得比较不一样。所以说他会跟原本你们相处的那个方式跟他的态度会真的截然不同，只是在这件事情之前，他心里面就是会有他必须要去面对的门槛，或者说他就是必须要去面对他心里可能需要去解决的课题。对，可是至少可以看起来说，这个人他本身真的也没有很排斥见到你的这个部分，他还是会蛮希望可能可以跟你们有些互动，或者是说蛮希望可以跟你们有更多的热络，所以这个是洋洋觉得是蛮不错。所以这一组目前看起来的话，如果说对方真的准备好，回来几率真的非常的高，可是目前看起来准备好的几率蛮低的。对啊，所以就看你们本身在对说这段关系的那个价值到底在哪里，或者是说你们自己本身在看待一段关系，你们或许也不太想要再为这段关系多做点什么的话，或者说不想要再多付出什么的话，那也是可以的。对，因为这个人他回来真的没有想为这段关系做什么，但是他真的很喜欢很想念你们这个人，很想要看看你们这个人到底现在过得如何，所以他心情算是有点矛盾，或者是说他的心思这部分的话，人生课题了。然后洋洋会认为这一组的你们有很高的几率可能是灵魂伴侣或者是业力伴侣，但我们要去往后看第三个部分，才比较能够看出你们是属于哪一种，不会是双生火焰，一定是灵魂伴侣或是业力伴侣，但是洋洋会认为业力伴侣的几率比较高一点。我们继续往下看。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愚者。好，那看来对方呢，他本身在对说这段关系要是你们之间的这个缘分接下来的发展跟走向的话，他个人是没有太多的强求，或者是说他也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或者说也没有说一定要非你们这个人不可。对，所以接下来的话，你们之间的这个缘分这段关系，如果说你们真的很希望可以跟对方有更多互动的机会的话，会建议你们可能可以先改变一下你们自己本身的想法，因为现在他会希望说让这段缘分先顺其自然的走下去。那如果说双方之间都准备好了，或者是说双方之间其实都把自己调整好的话，那这段关系除了遇到才有意义之外呢，那也可以以新的方式相处，因为对他来说，其实这段关系本身是一个蛮不错的缘分，或者说你们这个人本身对他来讲会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存在，只是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来看的话，对他来说，如果真的要再更进一步的发展的话，本身是属于比较没有想的那么多，或者是说他其实也没有想的希望让这段关系可以继续的往下走。然后再就是你们一定要非常的切记，就是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如果说真的要重回的话，或者说对方真的回来找你们，或者是你们这段关系真的又再一次的有机会相处在一起的话，千万记得一定要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跟对方相处，不能再用以过去相同的模式。所以你们的想法、你们的思维跟你们在看待与说这段关系中的期待跟方式的话，一定要不一样。因为如果说你们又一样，对方很快又会结束掉这段关系，因为对他来说就会希望这段关系是可以两个人都是用不一样的方式，就是跟以往不同方式去相处，因为两个人就是不适合，原本不适合。对，那因为他本身还是蛮在意你们这个人，所以他才会到现在他虽然心里面很过他自己的生活，可是他还是心里面总是会去想起你们这个人。那但也是因为你们这个人一定有付出了什么，所以才会让他觉得心里面这么的在乎着你们。好，这样抽到是权杖十，你看权杖十跟愚者牌本身就会算是一个蛮差异蛮大的，就是有点类似说相反两面的。
所以他自己本身在对说这段关系之后接下来的相处的模式的话，他其实心里面已经有个底，或者说其他心里面是已经有一些的期待，或者说可能心里面会有一些的期望。那只是在这些期待跟期望的话，对他来说可能会比较难以去有实际上的作为。那现在他的话，目前看起来还蛮多是在原本这个状态，所以洋洋推估这段关系要恢复联络的近期比较不可能，至少要1到2个月后，这几率才比较大一点。那如果说你们就在几个礼拜后，就1个月以内就恢复联络的话，那这段关系就本身啦，你们就不用有太多的期待，因为对方对于你们的态度，或是说对这段关系中的想法的话，不会差，跟他原本你们断联前不会差异太大，就只是单纯可能比较少联络跟少联系。如果必须要大概断联到1个月以上的话，对方他改变的几率会比较多，因为当他断联时间比较久的改变几率比较大，原因是因为他已经有深思熟虑过了，他有先去沉淀好了他自己心中的想法了，那他有去问过他内心里面真正的感受了，所以在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对他来说，他才会觉得其实恢复联络可能才是会有意义的，或者是说可能才是会想要跟你们之间的关系是能够再更加愿意进步。因为其实如果说当两人之间都愿意是以新的方式新的模式相处的话，那原本的疙瘩或许就会化解，或者是说原本的不愉快可能就会一笑置之。所以这段关系的话，也会觉得可能性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比其他2组来说。虽然目前听起来说第三组好像有点渺茫，但是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如果说纵观前面的2组来看的话，也会觉得反正第3组的几率是最高的，是最有机会能够美梦成真。那我们是比较没办法看出说到底有没有真的可以美梦成真，因为以目前来看的话，比较像是对方他可能在之后会对说彼此之间的这段关系会稍微的做一点的改变，或者是说如果说你们真的还是用同样的方式跟他相处的话，那他也一定会做出一样跟这一次相同的行为跟动作。那他对你们的容忍度也会慢慢的越来越少，慢慢的越来越低，因为他现在对你们是还是有一定的感情的基础在。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张。好，最后一张的话，我们抽到的是圣杯王牌。所以圣杯王牌因为说，其实本身这个人，对于你们这段关系，对于你这个人，其实他是有一定程度的期待，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的希望，让两人之间这段关系，如果可以的话，是能够变得更好，或者是说让两人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开始。所以呢，对以他来说，关系如果真的要再更进一步发展的话，就如同刚刚前面所提到的，双方之间相处的方式一定要变得不同，那他就愿意把他的情感付出给你。但是这个情感付出给的话，并不代表会给你承诺，比较像是两人之间要重新的去适应新的相处的模式，或者是说新的相处的关系，然后让两个人都能够用不一样全新的自己去面对于彼此。那这样重新面对彼此之后，那个情感呢，那个才会出来，或者是说那个才会比较真情流露，好，那才不会有太多的预设的立场去看待于这段关系。因为或许是因为两之间都可能很想去控制着对方，或者是说对这段关系都有着不同的期待，所以才会导致说让两个人在这段关系里面会呈现出一种这种比较尴尬的局面，或者是说这种比较尴尬的这个状况。对，所以会希望说选到这组的你们也不要太过于灰心，因为你们已经是3组里面最有机会的，然后对方本来就很想见到你们，那只是这段关系到底要不要继续下去，要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取决于说之后你们两个人见面的这个状况之下的相处模式，跟对方提出来的一些的想法，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对，好，
这样把这个收起来。那来看一下，这边为大家抽到的是这个人，然后跟身体发抖。好，那表示说，其实在对于你或是对于他的话，要去面对说这段关系是否要继续下去，或者说是不是要继续的相处的更好，或者说要去重回到对方的身边。本身这件事情的话，可能是属于比较难以去面对的，或者是说比较不太愿意去承担跟承受的。那就是因为心里的不自信，或者是说心里面会对说这段关系会有一些的疙瘩，或者是说容易会想的太多。那当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就也很容易会把这段关系看得有点太过于复杂，所以身体里面才很发抖，才会对说是不是要恢复联系这件事情才会这么的慎重。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对方他是很慎重的看待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无论你们现在到底断联多久，你们依然在对方的心里面，依然在对方的脑海之中，只是有时候他可能会比较还是以他自己生活的状况为主，但基本上也不会有太就是说对于说你这段关系，他还是会有一定程度上的期待。那他其实心里面还蛮常会去想着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包含你自己也是一样，因为你想着他，所以才会看到这支影片，才来做这次的测验。所以也算说蛮恭喜选到这组的你们，也会希望说你们是可以早日恢复联络，然后对方也确实会想见到你们。那也希望说你们可以多给自己一点点自信心，对，为了给予这段关系一点点的期待。好，那这样的话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没有帮助，或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账户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